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蓝同学脑洞工坊，我是蓝胖。5G 是目前全世界范围内最先进的无线通信技术。得力于 5G 技术的出现，很多曾经只是出现在科幻电影中的情景，终于可以实现了，并且真实的应用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那么 5G 到底是什么？它的出现又对人类有着什么深远的影响呢？今天这期节目咱们就来聊一聊 5G。 5G 这个词是 Fifth Generation 的简称，意思就是第5代通信技术。它和以往的几代通信技术主要的区别是毫米级的波长、超宽带、超高速度和超低延时。可能单单听到这些名词你会感到一头雾水。那么咱们先来对比一下以往的通信技术，给你一个基础的认知。在上个世纪80年代时，人类首次实现了1G 通信。在1G 时代，人们已经可以通过模拟语音技术来打电话了。也就是在那个时期，出现了风靡世界的所谓的大哥大。而到了90年代时，2G 通信技术出现了，它最大的特点是数字化语音通讯，相比于1G 时代的模拟语音技术有了更大的可能性。利用2G 的数字化特性，某些有了小屏幕的手机开始可以收发短信了。很快，时间来到了2000年，从这时开始，人类在无线通信领域正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篇章 3G。 得益于 3G 技术的高速网络，人们终于可以在无线端实现语音和文字以外的多媒体通信了，比如说图片、照片等等。之后2010年前后推出的 4G 技术实现了更高速度的无线通信，配合上新推出的各类大屏智能手机，老百姓们也开始能在手机上看视频了。而最后2020年前后推出的 5G 技术能够实现人类有史以来最快的无线网络速度和最低的网络延迟。通过以上的这些对比呢，咱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每一代的通信技术的更迭时间间隔一般都是10年左右，而且新技术的主要突破就是在于网络的速度。所以咱们就先来说一下网络速度这件事。首先呢，目前人类网络连接方式其实只有2种，有线和无线。而且毋庸置疑的是，有线网络能够拥有最快的连接速度和最低的网络延迟。目前主流的 4G LTE 网络理论速率也只有150兆每秒，这个速度和最快的有线网络是完全没有办法相比的。然而，受限于线缆的制约，有线网络并不能够实现随时随地上网，满足不了人类当前日常生活中的使用场景。因此，无线网络正在逐渐地替代有线网络。然而，无线网络需要将数据在空中高速传播，会遇到各种障碍物阻拦，这也是无线网络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瓶颈所在。首先呢，无线通信是利用电磁波进行通信的，那么电波和光波都属于电磁波，而我们目前在通信中主要还是使用电波。然而作为电磁波的一种，电波的频率资源是有限的，于是国内的几家通信运营商为了避免干扰和冲突，对可用的频率资源进行了分配。这就好比是人们在高速公路上一起开车，需要在指定的车道中分开行驶，才能避免发生碰撞或者拥堵。从 1G 到 4G 这4代无线网络通信技术都是使用从中频到超高频的频率区间进行网络通信的。而目前全球最主流的 4G LTE 技术标准属于特高频和超高频通信。所以不难看出呢，从最初的 1G 发展到现在的 5G， 使用的电波频率是越来越高的。这主要是因为频率越高，能使用的频率资源就越丰富。频率资源就好比是车厢，越高的频率车厢越多，相同时间内能装载的信息就越多，那么相对应的传输速率就会越高。
那么既然高频率的电波有这么多的优点，为什么我们不早早的就用上高频率呢？其实不是我们不想用，是实在用不起。电磁波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频率越高，波长越短，越趋近于直线传播，穿越障碍物的能力也就越差。就好比是激光笔，射出的光线拥有了极高的频率，看起来就是一条直线。那么一旦有障碍物阻挡，激光就完全无法穿透了。如果想要使激光笔射出的光线到达指定的位置，就需要精确地瞄准目标方向，并且保证中途没有任何障碍物阻挡。这就是高频率通信中最大的弱点。如果无线通信中使用了高频段，那么它最大的问题就是传输距离会大幅缩短，覆盖能力也大幅减弱。或者换句话说，为了完全覆盖一个区域， 5G 通讯所需要的基站数量将大大超过 4G。 只有更多的基站才能保证绕过所有的障碍物。就像激光笔一样，如果能有更多的笔同时发射，那么总会有一个绕过障碍物，将信号准确地射入你的手机内置天线里。那么这就带来了一个更大的问题，成本。频率越低呢，电磁波的穿透能力和覆盖力就越广，那么需要的基站就越少，网络建设也就越省钱。对于运营商而言，竞争起来也就越有利。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些年电信、移动、联通为了低频段而争得头破血流。因此，在现如今的 5G 时代，为了减轻网络建设方面的成本压力，运营商们必须寻找新的出路。那么首当其冲的就是微基站。从名字上就能看出，微基站是指体积要小得多的基站。相比于原来那种传统的网络基站动辄几十米高的大铁架子，微基站就只有平板电脑大小。有的公司甚至研发出了手掌大小的微基站。哇哦！微基站的出现呢，使得 5G 网络的建设成本大大减小。运营商们可以很轻松地在一片区域内铺设大量的微基站来实现网络覆盖，同时也不会增加太多的成本。那么聊完了 5G 的基本概念，咱们再来说一说 5G 的应用场景吧。首先就是沉浸式娱乐了。所谓沉浸式娱乐呢，就是指能给用户带来沉浸式体验的娱乐活动。这里也基本就是在说现在正在高速发展中的 VR 和 AR 技术。有了 5G 技术的加持，数据容量和速度都会得到大幅的提升，使得 VR 和 AR 技术给用户带来的体验更上一个台阶。其次就是车联网。目前各大汽车厂商都在大力研发自动驾驶技术，而 5G 对于自动驾驶的未来至关重要。为了真正实现自动驾驶，车辆需要时刻的联网，在自身雷达和摄像头收集周围信息的同时，和数据库相互通信，以达到准确识别路面信息的目的。有时甚至需要与其他品牌的汽车进行通信。这样一来，大量的数据需要实时的传输和处理。目前也只有 5G 能够提供能将数百万辆自动驾驶汽车安全开上路所需要的容量、速度、低延迟和安全性。最后就是物联网。早在 4G 时代，智能家居就已经进入了普通人的家庭，给人们带来了便捷。而随着 5G 的引入，更多的工业设备也将能够高速且低延迟地连接到互联网。比如说，在医疗保健领域，物联网可以提供全新的治疗方式。基于可穿戴设备传感器的数据， 5G 能够实现一系列创新，例如远程机器人手术和个性化医疗等等。而除了这3个正在蓬勃发展的 5G 应用之外，还有更多充满创造力的应用方式正在被科学家们紧锣密鼓地测试着。相信很快就能和大家见面，给咱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更多的便捷和可能性。好，今天这期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喜欢本期节目的话，不要忘记点赞、转发、评论以及订阅。我是蓝胖，我们下期节目再见。